像我这样身高175公分，体重秘密，不胖也不瘦，我想我的营养应该很足够吧。无论处在什么年龄段，我们都应该摄取足够的营养来确保我们的身体健康。坊间有哪些偏方可以解决营养健康的问题？坊间又有哪些偏方可以让你摄取足够的营养，让你长得不胖也不瘦，不高也不矮，一切刚刚好，就像我一样。坊间盛传有助于补充营养、促进健康和改善体格的各种偏方，真的都有效吗？有位男艺人，他长得高头大马，手长脚长的。他跟我说，他小的时候，他的妈妈非常担心他长不高，所以到处呢去寻找让孩子增高的偏方。他现在真的长得很高哦，我们一起去找他吧。今天我看到你，我觉得特别的开心，你知道吗？因为一般呢，我站在男生旁边呢，我觉得我会给他们压力，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身高175。可是今天你在呢，我觉得太开心，我有小鸟依人的感觉。可是你一向来就是长得这么高吗？小时候？没有，小时候其实是跟普通的学生一样，然后就慢慢的到中四的时候，1年内我就长了20公分。我父母也是不是很高，我父母大概165这样啊，他们就很希望我长高一点啊，然后我妈妈就会偶尔就会煮一些汤啊，然后吃的东西啊，就希望我长高。你妈妈找到的这个长高偏方是什么呢？花生根、排骨、红枣、枸杞子、水放进去这样滚一下，我觉得蛮容易的。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OK？ 行，让我来教你，慢慢学。好，行。就把整个这个150克的这个花生根把它放进去。小时候你多常喝这个花生根汤？1个星期我妈妈会煮1次吧，不然就是大概1个月就会喝2、3次这样。花生根其实里面有钙质跟蛋白质嘛。你喜欢喝吗？当时？挺好喝的，我觉得。就这样子。就让它熬大概2个小时，这锅已经煮了2个小时，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加那个枸杞子了。好喝，它非常鲜甜，煮给小孩吃绝对是。我觉得它是有相当功效的。花生根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白藜芦醇，白藜芦醇可以起到一个很广泛的一个强壮的作用。它这个配方里头其实还加了一些红枣跟枸杞，因为红枣是可以补益气血。所以比较瘦弱的孩子，它可以让他气血旺盛。那么枸杞它是补肾益精，就是给孩子补一下先天，所以他长发育的会更快一点。有哪些小朋友不适合喝这个花生根汤？因为花生根它本身是有一个胃肠刺激的作用，所以有一些孩子喝了之后会容易拉肚子，尤其是那些脾胃比较虚弱的孩子，他平时就容易肚子胀风、肚子痛这一类的小朋友，我看就不要喝了。如果有个小孩他长得比较高，是不是说他的营养非常充足呢？他们的成长不至于只是营养，他们的基因也很重要。所以爸爸妈妈长得高的话，这个孩子也会长得比较高。我们通常会用一个叫做 mid-parental height 的一个 formula 来计算。比如，如果你是女生的话，我们用爸爸的高度再加妈妈的高度，再减13公分，然后这总数的话，我们拿来除以2。当然，我们还有一个 range， 所以我们会加8公分或者少8公分。所以男生的话，就是爸爸的高度再加妈妈的高度再加13公分，总数除以2。所以，然后这个的话，我们会加减9公分。这样营养健康会如何影响小朋友们的生长发育呢？营养健康对我们小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基础。所以其实营养很重要，营养的话可以分成几种，所以比如营养不良的话，就是说我的宝宝其实吃的食物的分量其实充足的，只是他吃也许很多垃圾食物，所以他不是摄取到很好的营养。然后营养不足的话，就是我真的喂的不够，或者营养过剩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宝宝他们就吃啊，然后老一辈的人不够啊，再给，对，所以就其实他们的发育特别快，然后有时候青春期也会来得比较快一些，他们也会过于肥胖。那如果假设一个小朋友他饮食非常的均衡，也不挑食，可是他就是长不高，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呢？
这些宝宝的话，我们会担心，是不是有没有那个我们讲做 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growth hormone deficiency 是一种疾病，通常是因为我们的头脑分泌的 growth hormone 少了。我们有一个 anterior pituitary gland， 它通常会分泌一个 growth hormone， 所以这个 growth hormone 是让我们成长的。如果是因为生长激素缺乏的话，那我们通常会建议爸爸妈妈用打针的一个治疗方法，把那个激素每天用针打进去。常常会听人家说，小孩子要快高长大的话，一定要多睡，这是有根据的吗？其实真的很有根据，因为你的那个生长激素是在你睡觉的时候产生的，所以特别是在那个 slow wave sleep。所以如果宝宝可以睡得长久，就是那个 duration 要长久一点点，然后他的那个深度深的话，宝宝就会长得比较高。营养不足的小朋友可能会长不高，或者长得比较瘦弱；营养过剩的小朋友可能会长得太快，而且有肥胖问题。我就认识一位朋友，他怀疑自己营养过剩，长得太快。他从3岁开始，每晚都脚痛，而且一痛就痛了7年，真的是太可怜了。他现在到底几岁了呢？宣颖你好，你好，宣颖被脚痛的问题困扰了很多年，那你什么时候开始脚痛的？我3岁的时候开始有脚痛，现在我10岁还会痛。那你们有找医生吗？我的妈妈带我去看几位医生，还做了 X-ray 和 MRI。医生说是 growing pain， 是我长得太快，所以会有脚痛。那你现在还会痛吗？还会，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只是晚上会痛。那是哪一个部位呢？通常是我的脚踝和我的小腿很痛。那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来帮助你解决这个脚痛的问题呢？我的爸爸妈妈帮我按摩，我的妈妈也找了一个偏方，用magnesium cream擦在我的脚上帮我按摩。那你涂完了之后感觉怎么样？感觉很舒服。我的妈妈还给我喝2滴 magnesium liquid。那我现在呢，帮你问问专家，看看这个偏方到底有没有用。那你有问题要问专家吗？有，我要问什么时候我的脚痛会停？我不想有脚痛了。其实真的没有太大的根据。舒缓霜它的吸收能力其实真的不是太好，所以通常如果真的要的话，就是用口服的。当然那个的话，是除非你的镁真的是低了才需要给。其实镁在很多食物中都可以吸取到，比如你吃菠菜、西兰花、南瓜、番茄。所以如果你吃的营养均衡的话，应该不需要再吃补充镁的那些 supplement 了。到底什么是生长痛？其实，在医学来讲的话，生长痛没有真的一个很好的定义。通常我们会说这个是一个 diagnosis of exclusion， 所以我们真的是确保没有其他的身体上的问题，也许这个就是生长痛。这个生长痛是发生在宝宝大概3到5岁或者8到11岁这2个期段会比较普遍一点点。然后通常生长痛是大腿或者小腿，就是你的长骨的部分。然后是每天晚上，有时候宝宝睡觉的时候会妈妈我的脚骨痛啊，不舒服啊。生长痛啊，在什么时候会结束？通常发育期开始的时候，它的生长痛就会停了。那西医是如何治疗这个生长痛的呢？来一个热毛巾，然后帮他按摩，帮他热敷。晚上睡觉的时候，脚稍微抬高，让他的血液循环比较好。然后吃的东西也稍微注意他的那个钠，他的钾。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建议爸爸妈妈给小孩子喝一些 isotonic drink， 所以补充他们的那些electrolyte。当然，水分充足也很重要，因为你的血液循环也是真的靠你的身体的水分。因为本身镁离子它可以帮助我们维持我们身体里面肌肉和神经的活力，还有跟兴奋，所以含有镁离子的药膏，它其实对这个生长痛它是有帮助的。那如果小孩患有这个生长痛的话，中医是怎么治疗的呢？如果是轻微的话，我们也是会用这些含有中药的这个药膏来帮他做这个局部的按摩。那中度的生长痛，那我们还可以吃一个很简单的中药的药方，就是芍药甘草汤。我们用芍药12克。甘草12克，2碗的水煮成1碗的水啊，每天吃2次。好，那么有痛的时候才喝。那当然，如果是很严重的生长痛的话，那还是要来医生这边进行治疗的。我们是否可以从我们的日常饮食中摄取一些营养元素来解决这个生长痛的问题呢？让小孩子呢多补充一些牛奶、豆奶，还有鸡蛋，然后还有多摄取一些富含那个维他命 A。维他命 C 和维他命 D 的食物，它对这个生长痛都会有帮助，都会减轻或者减少它的概率。
朋友们，我知道呢，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你，就是吃不胖。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呦，你怎么这么瘦啊？到底有没有吃东西啊？”会吗？对对，有很多人这样说。可是接下来要说的这一句话，很多人会生气啊。说。我吃不胖，吃很多还是很瘦。就是我吃很多啊，比如早餐，然后午餐后就会吃面包，晚餐之前还是会吃一点东西，吃完晚餐还会吃宵夜，不然就是喝蛋白粉。可是不管你怎么吃，就是还是保持你这样的身材。对。那你尝试了什么方式吗？让自己增胖？除了一直进餐之外，我就上网去找了一些偏方，所以我找了一个蛮好喝又很容易准备的东西：核桃、牛奶、山药。山药能增加你的肌肉，核桃有热量，牛奶就有蛋白质，然后这样加起来能帮助你增胖。所以这是煮熟过的那个山药，对不对？对，这是煮熟过的。那要怎么做呢？OK，很简单，这个我就不会打开。哦，sorry。看出去，再来一次。500克的牛奶，然后就是把这个核桃放糖。好像可以咯。OK。对，就这样，看很快，大概5秒就解决了。所以我大概1个星期会至少做2、3次吧，因为其实蛮容易做的了。你平常是什么时候喝？吃完我的5、6餐之后，然后就会喝这个。我觉得好像在喝麦片，而且里面也没有放任何的谷类，可是喝进口里的时候，这个很容易有饱足感。可是我喝一杯，还有一点饱啦，有一点饱啦。你说，是不是？有一点饱。哎，可是你太幸福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啦，会增胖嘛？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增加肌肉，还是增加那些不好的脂肪。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功效。因为核桃本身是一个中药，它可以补肾精，所以可以促进这个体质增强，也就会胖一些嘛。最重要的是它里面的山药，山药是一个补肾健脾的这么一个药，它既可以补先天，也可以补后天。山药本身可以生吃吗？山药本身是可以生吃的，但是它有一个粘液在里面，这个粘液是容易引起我们过敏的，有些过敏体质的，我觉得会有一些问题。那你能不能提供一个食疗方啊，来帮助这些想要增胖的人？这个食疗方它既要补虚又要清热，那我就推荐一个枸杞叶。枸杞叶它是可以补肝肾的。它是叶子嘛，有一个清热的功效，滋阴补肾，然后清肝明目。普通的那种炒菜的方法，把它炒出来就可以了。1周吃2次没有问题，把它当蔬菜来吃。所有能够摄取的那个高热量的一些食物或者是饮料，都能够帮助你增胖嘛。那有一些人哦，他们就是怎么吃都吃不胖，那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吸收营养吗？这个你要从这个生理方面看的话，就是消化系统的问题。所以有些人吃很多，消化不了，多排泄的话，那你也吸收不了。另外就是其他的一些荷尔蒙方面的问题，例如最常见的甲状腺的问题，甲状素过高的话，这个吸取方面他们也摄取不到这营养素也一直排泄，所以这种问题呢，是应该要看医生的。有些人他们的基础代谢率就是高的，这些人他们怎么样吃都吃不胖，这个呢是跟基因有关系。那如果说有一些人就是像这一类天生吃不胖的，他想用很健康的方式来增胖，要怎么做呢？这个要从2个方面来说第一就是他们要做一些运动这样运动呢是你要看那个量，可能要做一些比较重量运动方面来锻炼那个肌肉。那增加了肌肉量，好像举重之类，对了，这样子就有办法增胖了。当然也是在饮食方面，你要注重在吃一些高脂蛋白。高脂蛋白，例如这个鸡肉或者是鸡蛋，其实也不错。你知道吗？在本地有4/5的年长者存在着营养不良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年长者营养不良？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克服这个问题？我就打听到有一位厨艺了得的阿姨，她对营养保健呢非常有心得。今天呢，她就要教我们一道呢可以预防营养不良的偏方，马上就去找她。Sophia 姐，你好，我知道呢你是烹饪高手，而且今天你要教我做一道可以开胃的食疗偏方，对不对？对，今天的主题嘛，我们就想煮这个四神汤。你怎么意识到要预防这个营养不良的问题呢？年纪一大，开始老化退化，
胃口偶尔会不好啊，因为老人家嘛，有时候啊会胀气呀、不开胃啊。那你煮一些这个四神汤来喝啊，这个功效嘛就健脾啦、开胃咯，这样就会补充你的营养的啊。四神汤哦，就是4样的材料，就是有芡实，芡实是对脾胃很好的，然后还有这个莲子，就给你睡眠很好，睡眠一好，脾胃也开，然后还有这个淮山，还有呢这个茯苓，清我们的大肠，那再加上一个素羊肉，因为我本身是吃素的嘛，荤的呢就是放肉了哈，可以放一些猪骨来熬它，煮的时候放一些水，熬大概1个钟头，要好的时候你撒一点盐就好了。喝入口里，我觉得很鲜美耶，很鲜美哈。是，虽然我们没有放任何的肉，对不对？那你多常喝呢？1周1次吗？没有，你可以说1个星期还是2个星期煮1次都可以呀。真的太棒了！我跟你这样一边聊呢，一边喝，我觉得我的胃口已经开了。谢谢你，谢谢。因为四神汤它能够帮助老人家呢健脾、开胃、吸收营养。里面有茯苓，茯苓有健脾渗湿的作用，它能够帮助老人家去舌苔。老人家很多时候舌苔很厚，那么厚腻的舌苔，它就会影响老人的味蕾、味觉。它里面还有淮山跟莲子，那这2个药都有健脾养胃的功效。那么其中莲子它还能够帮助老人家有这个睡眠好这个功效。那最后一个呢，它有芡实，芡实它是健脾止泻的作用，所以如果这个老人家他有便秘的问题，他就不能用芡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芡实改成薏仁。Dr. Dan，为什么年长者比较容易有营养不良的问题？一个就是心理方面，还有另一个是生理方面的问题。我从生理方面来开始，如果牙龈不健康或者缺乏牙齿的话，他们可能咀嚼方面就会出问题。再到那个胃的话，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些慢性胃炎，因为年纪越大的话，他们消化能力就更差了。再到大肠，如果你排泄不顺的话，所以那个便秘也是一个大问题。还有其他的是那个慢性病的问题哦。心理方面，他们可能就是有些忧郁症啊，年纪大，他们有些记忆衰退了，他们其实也不记得他们到底吃了没。另外一点就是，那老人家其实常常都是自己一个人进餐，所以如果我们全家人一起进餐的话，可能会互相鼓励嘛，会鼓励他多吃。那中医是怎么看待啊？就是年长者他们食欲不好啊，就是吃不下、没胃口的问题呢？老人家的话呢，他就会更明显的会有脾胃气虚的问题。那脾胃气虚了以后，它就会影响老人的新陈代谢，然后他们就会有腹胀、便秘这些问题，会造成老人家不爱吃东西，胃口不开。那有没有什么食疗方啊，可以帮助年长者让他们的食欲好一点，而且又可以摄取足够的营养呢？我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子哈，开胃健脾汤。它主要的成分就是草麦芽20克，鸡内金10克。还有这个砂仁5克的砂仁，我们把这3样用到750毫升左右的水，然后给它煮到15到20分钟，然后就当做茶来喝。草麦芽它有开胃消食的作用，鸡内金它能够帮助我们养胃健脾，也是可以开胃的。砂仁这个药它是一个种子来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个醒脾，然后它也能够帮助消化不良。老人家经常有吃药吧？那跟西药的话，隔开1到2个小时，不要一起喝就可以了。听起来就是可以让你开胃想吃，可是吃多了也不怕，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消化。对，没错，这样就可以摄取足够的营养。对。常常我们会问老人家，午餐吃什么啊？他们都会回答说，开个罐头配饭，这样就解决1餐了。有时候同一个罐头还可以吃上2餐，其实那是非常不健康的。今天我们特地请来我们的食疗师戴倩来教导我们呢烹煮一道既美味又健康，而且容易准备，还可以很好储存的食物。对，我们今天要制作的就是黑胡椒午餐肉。为什么要介绍这个自制午餐肉呢？其实因为很多老人家在家的时候，他们很喜欢吃罐头的食物，很方便啊，很快啊。通常老人家用的罐头午餐肉其实不太健康。我们这个自制的午餐肉呢，蛋白质从鸡肉里面摄取，然后呢还有添加一些萝卜、玉米，增加它们的纤维，就减少一些盐，减少一些油，然后吃起来口味也是相似的。
先把鸡肉放进碗里，就买那个碎肉就可以了。但是我选的是比较低脂肪的。之后呢，我们可以加一些红萝卜。这个玉米也是很多纤维。之后呢，我们再加1茶匙半黑胡椒，还有辣椒粉也是1茶匙半，还有少许的糖，再加一点盐，要花一点时间把它真的搅拌到很均匀。像比如说这道菜完成了之后哦，如果我要把它储存起来的话，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储存呢？如果我们等一下切片了，冰冻起来的话，可以储藏到6个月。要吃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热起来，热好了配菜，或者自己做面线的话，可以加一些青菜，加2片午餐肉，这样子营养会比较均衡。这个好了，好了，就放进这个容器里面。放进这个铁罐之后，把肉压平，让它的空气比较少，切起来那个肉就不会散。好，这样子我们放进蒸锅，蒸至少半个小时。将肉泥定型蒸熟之后，脱模切成厚片，接着将肉片煎至2面金黄，便可享用既美味又有营养的自制黑胡椒午餐肉啦。我蛮喜欢它的味道的，吃起来的口感倒是吃出了像鸡柳的口感。也可以尝试用猪肉，它的脂肪比较高，可能口感会好一点。刚才我看你在搅拌的时候，过程其实是有一点小辛苦。那如果不要老人家辛苦的话，我觉得做子女的哦，可以做给爸爸妈妈。对啊，那他们随时要吃呢，就有一道爱心的营养餐。谢谢你，这一道我学起来了，谢谢。营养是促进健康的关键因素之一。足够还有均衡的营养，可以让我们预防疾病，还可以帮助我们对抗疾病。我们的身体在不同的年龄段都有不同的营养需求，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营养状况，适当的调整饮食习惯，并且呢保持身心活跃，这样才能促进健康。好的，祝君安康，我们再见。